大家好，我是大伟。我们这里住着一位非常厉害的老爷子，今年82岁。就是82岁的年龄你如果不认识他，一打眼望过去恐怕就以为他70多岁。身材挺拔又笔直，而且讲话他的这个谈吐，这个声音的洪亮程度，你就感觉这个人非常的年轻，思维也非常的敏捷。所以呢，你如果不认识他，你是万万也想不到他在10年前的时候，用他的话来说整个人就像瘫了一样，病殃殃的。今天不是这个麻烦来找他，后天就是那个麻烦来找他。我们为什么了解这么清楚呢？因为我们生活在一个小区当中，经常看到他，也经常和他在一起聊天。10年前的时候他还是经常拎着一些东西往大房子里面跑，后面慢慢的开始了注重了锻炼了，整个人的状态就越来越好。有一个锻炼的动作他一直在做，一做就坚持了10年，是什么动作？叫做上下拍手，就是这个动作。用他的话来说，用这个动作让他重获了新生，让他感觉自己的原来的这高那高慢慢的就全都没有了。所以呢，这个动作我分享给大家，大家如果说你想做的话，可以跟着一起去练，每天只要坚持，你会发现运动量看似不大，但是慢慢的他整个状态都会往上去拔。好了，我们话也不多说，直接来讲动作。如果感觉有用的，记得评论区下方打上有用2个字。我们现在来看动作。那么这个上下拍手怎么去做呢？非常简单，我们首先记住手上的动作，上拍手和下后拍手往下往后。在这个拍手的时候，是很多人是拍不了的。咱们很多的中老年人手是背不过来的，所以你在拍的时候，记住了把胸挺起来，尽量去把它拍响，去试一试。如果能拍响的话，证明你的整个肩膀的活动度还是不错的。然后我们反复的先练习上拍后拍，就这样去拍慢慢的去拍。当你拍着拍着，慢慢的你会发现你的后下拍手就这个地方拍起来变得更加容易了。头往上看在活动的时候，你能感觉逐渐的打开了你的肩膀，打开了你的颈部。然后当你感觉这个手拍起来没问题了，我们开始配合脚底的动作。往上拍手的时候是踮脚，踮脚往上，下的时候利用这个惯性往下方去拍。来，侧面看一下，1、2、3、4、5。做的时候切记有一个错误很多人常犯，就是什么？头会低着头这么做，坑着头。为什么？因为他感觉他这头往下低着，他后面的手好拍。所以我们做的时候，你注意你的眼睛就往斜上方看。往斜上方看的时候，你就不用担心你头会低了，因为你的头会跟着你的眼睛走我们就这样不断的去拍。每天多少下？200下开始，先开始去争取做到200下，就是数到200下就行了。慢慢的你会发现，随着你做着，你的肩膀会发酸，然后逐渐的100下、150下开始感觉酸的越来越厉害了。没有关系，咬着牙坚持去做。如果说你实在是坚持不住，那么你今天的目标，比如说定个100、150，然后慢慢的往后积累，每天坚持，如果可以的话，做上200下。200下是一个入门。做完200下以后，你慢慢的就会感觉你的胸怎么样？首先会打开。做完了以后，胸会打开，而且活动一下肩膀会打开。在上下做的时候，你会发现我们的小腿有很多人很沉，每天就这么踮脚。200下拍手的话，其实这个脚也踮了100多下了，就这么去拍。拍完以后，你会发现这个腿和脚这个循环状态都会变得很好，腿脚也会有力。所以这个动作咱们分享给各位中老年家人朋友们每天去做，每天拍手200下，就这样，你只要坚持7天到14天，只要能够坚持下来，你会发现你整个状态开始逐渐的往上走。好了，今天的这个视频就分享到这里了，是一个非常棒的锻炼动作。我是大伟，感谢大家的观看和支持。没有点关注的，记得关注我一波，在别人那里或许是不传之秘，在我这里都毫无保留的分享给大家。谢谢大家。大家好，今天给大家介绍一个养生长寿的绝技这个绝技叫拍手功。那么最早的时候是在中央电视台一个养生节目里面一个专家去做的他每天都会去做这个动作，然后呢就得了很多的人的一个青睐，而且效果是非常好。那这个动作它的原理是什么呢？就是咱们就是每天去拍手，利用这个拍手产生的这个震荡去刺激咱们手上的很多的穴位以及我们的血管。我们知道拍手的时候会有很多的能量波，这个能量波我们看不见，但是呢这个能量波会从我们的拍击的范围当中扩散，一直慢慢扩散到我们大约到小臂角就完全消失。
那随着我们每天的拍手，就会让我们的血管、血液啊，包括一些穴位的刺激，都能得到了一个很好的一个量。而这个量呢，就会让我们的全身的经络啊，或者我们全身上一些小问题啊，或者一些预防一些问题，都能得到很好的一些改善嘛。那么拍手功应该怎么做呢？绝对不是简简单单的就拍一下手，它是需要咱们要一个空心啊，空心和放松的一个拍法。也就是说，咱们拍的时候不能是实心，这里大家看啊，这个就是实心拍啊。这种拍法呢，我们讲的就是震荡，它会抑制到咱们这种震荡。虽然说有一些刺激，但是它震荡太少了。我们拍是怎么拍呢？是手以一个空心的状态啊，去进行拍打。拍打的时候，在那么一瞬间，他的手啊会有一个震荡。那这种震荡呢，这种幅度我们肉眼是看不见的，但是它会有啊。咱们就是给大家演示一下啊，咱们拍手的时候啊，这个10个手指对齐了以后，你看啊。运用这个惯性，手一直保持着放松，惯性，拍，声音是非常的响，非常的清脆啊，这种声音你能感觉到拍完以后啊，哪怕就是几下，你的手就会开始有一种麻，这种麻呢会从你的手掌中间向你每一个手指开始蔓延啊，所以这个拍手功你去拍，每天50下到100下去这样去做。做完以后，它会有给你带来意想不到的好处。这个好处可能是提高你的这种代谢能力啊，或者增加你的血液循环能力啊，帮助你去预防某一些问题啊，等等。所以说这个动作呢，我推荐的人群呢，我建议是这种中老年人去做一些预防或者去做改善，都有好处，每天都去做。肯定能帮助你的身体带来改变。好了，最后我再给大家演示一下这个功法。那么咱们手一定要空心啊，空心以后就来回的拍，注意我的这个手腕啊，一定要处于一个放松的状态。你甚至可以做这种大开大合的一种拍法，都可以，每天100下。大家关注我，我是 David， 我的视频里面有很多内容，或许能帮助到你。那么点赞、评论、关注，谢谢大家。大家好，我是大伟。手是身体的缩影，在居家锻炼当中啊，拍手无疑是最受中老年朋友们欢迎的。很多的中老年朋友们特别痴迷于拍手啊，每天可能多的能达到一个500次到1000次，整个手掌都拍得通红的。但是在这里啊，我要告诉大家，我们选择拍手的时候啊，一定要选择正确科学的拍手。我今天教给大家一个非常好的拍手动作，这个动作啊是欢迎大家一起来检验的一个好动作。可以说你跟着我做完这个拍手啊，你就会爱上这个动作。我们话也不多说，直接把这个动作分享给大家，大家感觉有用的，评论区下方打上有用2个字，帮助更多的人。我们现在来讲一下这个动作。首先呢，咱们一定要记住，拍手这个动作一定要做到大开大合啊，能让更多的肌肉参与进来，就一定要让更多的肌肉参与进来，这样才能充分的打开我们的身体。好，我们先来讲一下这个动作啊，给大家演示一下啊。大家注意看，起始的姿势是这样啊，身体坐直，腹部收紧啊，然后呢，手是这样合着的啊，5指张开啊，千万不要并拢，5指张开，中间啊，掌心有个细节啊，掌心这里是凹进去的啊，手形成这样的一个姿势啊，不是这样，是这样啊，这里是凹进去的啊，然后把它贴合在一起啊，也就是说我的5个手指是贴在一起，但是我的掌心是凹进去的啊，大家注意看啊，一定要把这个动作做好。好，摆成这样的一个姿势以后，好，我们开始来做啊，你看，来慢动作1、2，来侧面看一下啊，1啊，注意看我的这个细节。我们拍手讲过大开大合，它要做到什么呢？你看，把背夹起来，用我们的整个肩胛骨把我们的背夹起来，胸廓往上去提。好，然后呢，再发力打回来啊，所以这个动作做起来是这样的，看1、2，侧面看3、4啊，注意手往后带要有一个寸劲，你看往后一个寸劲再打回来，这个呢就是充分的把我们身上每一块肌肉都运动到了。我们现在把这个动作给大家来完整的演示一下，看好1、2、3、4、5、6、7，注意看到细节没有啊？我们手在回来的时候不用很用劲这样拍啊，我们只要看回来以后拍一下，回来以后拍一下，回来以后拍一下，反而用劲的地方是在哪里？是在往后的一瞬间。
好，当大家掌握了这个动作的要点以后，我们把呼吸再加入进来。来，吸气，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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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这个就是一个完整的拍手动作。我相信很多朋友跟我做完以后啊，都会感觉自己的后背打开了啊，整个肩颈啊，包括手掌，它的温度都上来了，感觉热乎乎的，由内向外的发热，非常的舒服。其实咱们在做这个动作的时候，你看这个动作做的时候，我们看着这个动作就能知道这个动作，哎，对于我们的身体会带来哪些帮助。而且很多人做着做着，哎，就感觉原来一些哎打不开的地方堵着的点，一下子就打开了。这个就是拍手这个动作的一个好处。我现在把这个动作分享给大家，大家一定要记得把这个动作收藏起来，同时转发和分享给身边的朋友和家人。感觉动作有帮助的，一定要评论区下方打上有用2个字。最后啊，没有关注的一定要关注我一波，在别人那里或者是不传之秘，在我这里都会毫无保留的分享给大家。我是大伟，谢谢大家。大家好啊，今天给大家介绍一本书啊，这本书大家可以看一下啊，是咱们台湾的一个叫侯秋冬啊，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那这个人呢，他其实是信佛的，所以他这本书呢印刷出来以后就讲了要结善缘啊，结善缘，把这个知识啊，把健康啊传播给大众。然后呢，我们今天啊就来讲一讲这本书当中的内容，就是拍手功啊。里面书上面有些东西啊，咱们就不说了，有些夸大的成分。那有些我感觉是比较好的，我给大家来讲一讲。那么这本书的宣传理念啊，就是说咱们的手上啊会有很多的穴位啊，那么在拍手的时候呢，就可以把这些穴位刺激到。我们早期做的一些视频呢，其实啊也是很多的，包括养生学的一些大师推荐的，咱们做的拍手功，我也教过大家，对吧？怎么去做？那今天呢，再把这个功法呢，再给大家巩固一下啊。首先，这个我们先看一下这个书里面，我给大家讲一个，有一个我看的还比较好的一句话啊，这个就是一个日本人讲的，说咱们手掌上啊，就是有一个人从头到脚的一个穴位点。其实呢，这个是什么意思啊？就是说咱们手掌上面它是一个全息反射点，包括了可能我们的这个心肝脾肺肾啊，还有很多这个东西啊，都能在手掌上找到相应的穴位。那么在这个穴位上面进行刺激的时候啊，就能够达到咱们去改善自己的身体、增强体质、增强气血的目的啊。然后呢，他还说啊，就是说，如果说我们手上身体上哪边不舒服了，哪个内脏有问题了，它就会在手上有反射点。比如说我的这个心脏啊，心律不齐，那我们对应的就是这个位置。那可能我在这个位置呢，可能就感觉到，哎，按下去就疼了，大概是这么意思。然后呢，你要如果说这边按下去疼了以后呢，我们经常去按揉，哎，它又可以对我们的心脏带来好处，就是说它是相互的。心脏不好反映在手上，手上去按揉呢，它也对心脏也能带来改善啊，它是一个相互的。所以呢，他强调啊，去经常的拍手啊，对于咱们的整个身体的健康都能带来非常好的帮助。那这里呢，整本书啊非常的厚，非常的厚啊。一直在介绍拍手非常非常好啊，但是大伟呢，其实相信一句话，就是世界上没有万能的说某一样东西可以治百病，大伟不相信啊。所以呢，但是它的好处呢，我们还是借鉴的。对于养生来说，它是能带来，确实能带来很好的帮助。但是对于身体真的已经形成了疾病以后啊，我还是建议大家该看医生看医生，该听医嘱听医嘱。养生它永远就拍手啊，作为一种辅助的疗法，一定是值得这个大家去做的。好，我们再讲一下这个书上两种功法啊。我建议大家呢，第一种呢就是说，咱们手掌打开啊，手掌打开，然后呢，我们拍的时候啊，用劲的啊，全面的掌纹的这个手掌相对去拍啊，拍出声音就是像这样，很响啊，拍的时候很响。我们每天去拍一个30下到100下。那么每个人的承受状态不一样，拍到什么时候？拍到手发红、发麻、发胀啊，有轻微的这种感觉的时候，咱们就停止啊。每天就这样拍一拍啊。再给大家演示一下，手掌啊，拍完以后一定是啊合在一起的啊，合在一起的
啊，30下到100下，每个人呢状态不一样。我建议大家刚开始做啊，就30下，20-30下就可以了啊，手微微的发麻发胀了以后就好了。那么这样去做，书上的概念就是说，它可以去帮助我们通气血，同时这样做的时候啊，因为刺激量比较大啊，对于我们身上的一个这个穴位的刺激啊，效果好。第二个呢，就是咱们呢，这个给大家推荐一下啊，这个书上还有一个方法是非常好的啊，我也感觉有很好的效果，我给大家讲一下，就是咱们做好以后啊，这个手啊往上去推啊，往上去推，每天就这样去推啊，推多少下呢？咱们去推一个啊100下左右，它这样去做的话，可以把我们的上半身的这个筋啊给拉开来，同时呢，它可以把我们的手臂啊去进行活动，然后打开我们周身的气血，对于肩膀啊都非常好。这个动作啊，我建议大家呢可以每天去做个100下啊，非常好。那么这本书上呢还有一些内容啊，就是说咱们讲的就是这个手掌上的一些全息的一些疗法。那么我们后面有时间，我慢慢给大家讲解啊，每个穴位怎么去做，针对什么东西的。那大家关注我的视频啊，点赞评论，我是大伟，谢谢大家。大家好，我是大伟。人老了以后啊，手上就会出现2大问题啊。第一个呢就是手抖，这个手抖啊是生理性的手抖，它不是病理性的啊，它只是因为我们的神经啊进入了老化了，肌肉啊进入了老化了，这个时候啊你控制不住啊，手就会抖。抖了以后呢，你日常当中抓东西啊，干嘛的，这个手啊就抖得特别的厉害啊，完全的会影响到你的生活。第二个呢，就是手上啊冒寒气，这个手啊就仿佛从这个冰窟窿里面伸出来了一样，非常的冰凉。那么这个时候啊，也恰恰好的证明呢，你这个手上啊气血不足，气血不足啊也会影响很大的一些问题。所以今天呢，我给大家带来一个非常好的动作，这个动作呢就是一个反向抓手。反向抓手这个动作啊，可能很多人啊都不会，今天我来教给大家。其实非常的简单，怎么去做呢？就是你看啊，把这个手啊，你看它这个叫撇过来，就是说我们这个关节啊撇过来，你看反向去抓啊，抓的时候注意你有一个把手往回啊折叠的这样一个动作啊，做个演示啊，你看抓啊往回折叠，这个时候呢你会发现手是憋着一股劲。你感觉啊，你根本都抓不起来，没有关系，你就使劲的啊，一边用劲啊，把手啊抓紧，一边呢把手啊拼命的往外去撇去拉。在做这个动作的时候啊，它其实啊，它可以很好的把这个我们的气血啊通向我们的手掌，同时呢，在做的时候，它能有效的去伸展到咱们整个手臂的一个肌肉链啊，所以这个动作非常的好，就这样看抓，哎，保持住，再来2。频率不用很快，抓紧啊，3啊，4，一定要尽量的抓紧啊，5，因为你是反关节，你的握力肯定不如这样去抓的强。但是你练着练着以后啊，手上的这个筋啊被你拉开了以后，慢慢的练舒服了以后啊，这个动作真的是非常好。每天我们去抓一个30下到50下，因人而异啊。这个有的人啊，他做的时间久了以后，他手就不舒服了，那我们就休息一下啊。有的人呢，他做个50多下，他也没什么问题啊，自己找自己的感觉，手出现了酸胀了以后啊，就休息一下。那么另一只手也是一样，你看反向手呀转过来，哎，抓的时候这个手腕你看一定要这样啊。慢慢的去做这个动作，千万不要快。有些人啊，他做的时候他急，他一抓着一转就快速的去抓，这个时候啊就容易出现什么呢？就手啊，它容易抽筋啊，没有什么太大伤害，但是容易抽筋啊。所以我们做的时候就慢慢的，你看，张大五指啊，旋转抓回来，握紧这个手啊，尽量的往后去折啊，就这样去做。左手做完做右手啊，每天你就去做一个30下到50下。如果状态好，你可以接着去做第2组啊，这个没有什么限制。好了，今天这个视频啊就分享给大家了，大家把这个视频转发给身边的朋友啊、亲朋好友。那么点击视频下方的这个赞，记得长按，就是给大伟一个超级赞。那我需要大家的超级赞，大家啊帮个忙点赞啊，谢谢大家。大家好，我是大伟。都说手是长寿门，一个人健不健康，你去看看他的手啊，握握他的手，你就知道了。那么健康的人啊，往往手上啊手指是非常有力量的。同时呢，他这个手指啊，你去看他这个大鱼际啊，你去看他的这个大鱼际，还有我们这个每个手指的指腹啊，它都是饱满的，里面这个血液感觉啊非常的充足，手掌啊都是红润
分的。那么如果一个人啊长期气血不足，他这个手掌啊你要捏起来就是非常干瘪的啊，没有弹性的。所以说，如果你的身体啊感觉啊免疫力上面有下降，肾气啊有一些啊不足，那我们啊经常就可以去搓一搓手，就可以去帮助我们改善我们身体的一个免疫力。同时啊，如果你的心肺啊功能啊感觉有些下降，也可以通过这个手上的一些穴位和反射区来达到一个效果。那么今天呢，大伟分享一个非常好的方法，这个方法啊不需要你去取穴，你只要每天啊去做一下手上的保健操，对于中老年朋友们的健康啊都能带来很好的帮助。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动作怎么去做。首先呢，我们把手伸出来，然后食指交叉啊，注意交叉的时候一定是我们中间的这个指节啊指关节我们进行交叉，千万不要插到底了，就变成这样了，这样就不对了啊，是这样的。那大家可以看一下。那么在这个手指关节交叉的时候呢，我们把我们的这个大鱼际这里你看去进行一个摩擦，大家去看一下啊，反复的进行一个摩擦啊。在摩擦的过程当中呢，其实就是给我们的手掌这一侧给它进行了一个非常好的刺激。那么这一侧负责哪里呢？就是我们的心啊、肺啊，我们的一些支气管啊，都是由这一侧面积非常大。然后呢，同时呢，小手指你看，注意看，我中间这3个手指是固定的。但是呢，我的小手指是灵活的在摩擦，为什么呢？因为小手指经常给它去进行一些这个推揉刺激它可以去帮助我们提高咱们的肾气，所以这个动作非常的好，但是细节一定要做好中间3个手指交叉，然后大拇指和小手指进行来回的搓揉搓动其实就是这边是一个定点下面就是一个动点，我们就来回的动就可以了这个摩擦的力度一定要适中，你在摩擦到5到10下的时候，能明显的感觉我们的手掌上面有发热的感觉，那么这个力度就是刚刚好的。我们只要在左右进行摩擦的过程当中呢，就是保持一个大概1到3分钟左右看你个人的一个状态。反正没事的时候它也没有次数限制，你就这样做一做对于我们这个身体健康对于中老年人们的一个健康是非常好的。所以手势健康门经常把这个动作做一做就可以对于我们的健康带来很大的帮助。那么今天的这个视频就到这里了，希望大家把这个视频分享给身边的朋友和家人。那么有不懂的可以去下方留言大家别忘了点赞、评论加关注。我是大伟，每天都会分享一条有价值的养生小视频，谢谢大家。